悟空变身成为超级赛亚人之神，与破坏神比鲁斯展开激烈搏斗。超红悟空虽然力量上有了成倍的提升，但与比鲁斯依然有很大差距。比鲁斯猛烈的攻击激发了悟空更深层的潜力，超级赛亚人之神的真正力量被比鲁斯唤醒。悟空全身燃起火焰一样的气，再次飞离地球，来到大气层之上的太空，与比鲁斯展开第3轮对战。布玛等人驾驶着飞行器随悟空之后，也来到了外太空。由于悟空与比鲁斯爆发出来的能量太大，飞行器受到严重影响，摇摆不定，随时都有坠毁的可能。地球上，贝吉塔一个人稳稳站在游轮上，仰头看着天空，也不知道他的视力能不能看到外太空的战况。维斯贴心的来到贝吉塔身边，轻轻移动手杖，立刻出现了悟空与比鲁斯战斗的影像。这大概是最早的5G 投影了吧？贝吉塔无动于衷，依然仰头看着天空，看起来应该是脖子僵了，暂时动不了了。比鲁斯率先出手，用手刀偷袭悟空，悟空反手拦下来，这招就算了吧，招式老用就不灵了，你应该明白。比鲁斯甩甩手，言之有理，两人快速分开，同时爆气后冲向对方，大吼一声，碰撞出了宇宙中破坏力最大的一拳。这一拳不仅影响到了地球，同时还影响到了剑王神界。老剑王神看了直摇头，这种力量的攻击，互相再碰撞几次，整个宇宙都要消失了，就连比鲁斯本人也不能幸免，宇宙将会化为虚无空间，任何东西都无法存留。老剑王神保守估计，宇宙最多还能承受不超过2次这种冲击。可怜自己一把年纪，悟空曾答应送给他淑女照片，现在实现不了了。剑王神吓坏了，立刻隔空喊话悟空，呼吁双方保持克制，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。然而，悟空与比鲁斯已经上头了，没人在意剑王神说什么，两人继续大吼，接着像2颗行星一样冲撞在一起，冲击波将两人掀飞，将地球撕裂。地球人十分恐惧，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撒旦，接着当场联系撒旦，希望撒旦能出手制止住这个威胁到地球安危的奇怪冲击波。撒旦当然没有这个本事，他假装信号不好挂断电话，随即立刻拨通了悟饭的电话，大吼着让悟饭赶快想想办法，地球上还有一位准妈妈比迪丽呢。悟饭连连道歉，自己深表歉意，同时感同身受，但是爱莫能助，只能严厉谴责。撒旦抬头一看，吓得失声尖叫，布玛驾驶的飞行器彻底报废，从几万米高空坠落下来。如果直接撞在游轮上，别说撒旦了，游轮都要瞬间变成渣渣。撒旦双手抱头蜷缩一起，等待死亡。一道光芒亮起，维斯站在撒旦面前，用魔法拦住了坠落的飞行器。外太空，比鲁斯称赞悟空做得非常好，让自己看到了梦中的情景。悟空表示，接下来这一拳将是威力更强的一拳，全当是对比鲁斯的感谢。感谢比鲁斯的栽培和点拨，两人再次大吼，仿佛在比谁的嗓门更大。在龙珠的格斗世界里，似乎谁的吼声大，谁就更强一些。悟空与比鲁斯咆哮着冲向彼此，拳头再次撞在一起，接着两人再次出拳相撞。这2拳头并没有爆发出之前那股能量巨大的冲击波，宇宙也没有如老剑王神所说的那样化为虚无。老剑王神啧啧称奇，竟然还有这种事儿！孙悟空的家伙以完全相同的力量和角度出拳，与比鲁斯大人相撞，成功的抵消了对方攻击的力道。悟空嘿嘿一笑，成功了。第2次撞击的时候，自己就想这么做了，奈何比鲁斯大人太强了，完全没有机会下手。比鲁斯继续大吼，声音提高了1个度，冲上前与悟空激烈对招。悟空表示，我也不是吃素的，一拳头擦裂了比鲁斯的脸颊。比鲁斯跳向后方与悟空拉开距离，随即变化出了紫光旋球。悟空也不削，直接蓄力龟派气功，附近的星球直接化成灰烬。老剑王神见此情景，向剑王神做了最后告别，并拿出自己珍藏已久的美女写真图片送给剑王神做最后分别的礼物。悟空竭力对抗比鲁斯，尽管自己已经很努力，但比鲁斯却面不改色，紫色旋球压过了龟派气功。从两人气势上来看，不难看出比鲁斯比悟空强大太多了。比鲁斯的境界可不是悟空染个头发就能追上的。比鲁斯丢出紫光旋球，悟空用龟派气功竟然将其推了回去。比鲁斯大吼一声，控制光球与悟空展开对搏，两股能量波对撞一起后，压缩成了一个小小的能量球。这个小小的能量球一旦爆炸，宇宙有可能真的会化成一片虚无。悟空分毫不让，与比鲁斯推动了能量球，冲击波袭击着整个地球，天空顿时阴沉下来，好像世界末日的前兆。超级赛亚人之神竟然拥有如此强的能量，原以为顶多只是毁灭地球或者周围几个星球而已，没想到能量太大了，世界因此走向终结。维斯平静地解说一番，面带微笑，波澜不惊的样子，仿佛在叙述某个动漫的精彩剧情。撒旦连连尖叫，他哀求维斯再次施展魔法保护地球和人类。
维斯平静地拒绝了撒旦，声称没有人可以阻止让世界走向终结的命运。撒旦立刻下跪恳求维斯出面制止悟空与比鲁斯的决斗，并亲手画出一张全国通用的自助餐券。维斯见此礼物喜出望外，对他来说，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美食还具诱惑力。维斯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，最后还是拒绝了撒旦的美食诱惑。比鲁斯不断发力，将能量球推向悟空，悟空也持续发力，死死顶住能量球。天空中突然爆发出一道照亮整片天空的光芒，撒旦情急之下挡在比迪利面前，悟饭也随即奔过去护住比迪利。刺眼的光芒照射下来，本以为世界末日来临了，然而光芒之后，天空重新恢复蓝天白云，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原来是比鲁斯用自己的力量将一切能量化为零，但比鲁斯还是没有使出全部的力量。不过，为了将悟空完全打败，以证明自己的实力远远超过悟空，比鲁斯决定再拿出一点实力。两人开始第4轮对决。按照惯例，先是近身搏斗一番，比鲁斯依然占据上风，几拳下去打到悟空呕吐，然后一发能量波击中悟空胸口，悟空扛住比鲁斯一招，抓住比鲁斯的脑袋，给他一记头锤。悟空几个头锤打得比鲁斯大声惨叫，比鲁斯用能量波炸开悟空，大骂悟空卑鄙，竟然使用下三滥的攻击方法。两人打得正激烈的时候，比鲁斯发觉到悟空身上的光芒闪烁不定，几分钟身上火红色的气息消失，头发也变成了金黄色。看来悟空的新皮肤体验卡到期了。比鲁斯称赞悟空干得不错，几次突破极限，几乎逼出了自己的真气。悟空对自己的状态浑然不知，继续与比鲁斯对打。与此同时，地球上的战士们也感知到了悟空的气息。如果悟空的气息被感知到，就说明超级赛亚人之神的状态解除了，悟空变回了普通的超级赛亚人。维斯摇摇头，表示有些遗憾，然后提着便当准备离开。他的意思很明确，孙悟空差不多要凉了。短笛情急之下，一把拉住维斯，别走，悟空还没有输。维斯面露不快，厉声斥责短笛，让他立刻放手。贝吉塔一发能量弹打过来，短笛赶快放手躲开。他看着面无表情的贝吉塔，不知贝吉塔为何突然出手。贝吉塔瞪了短笛一眼，意思大概是如果不松手你就凉了，老老实实的做一个吃瓜群众吧。比鲁斯提醒悟空，超级赛亚人之身的皮肤已经到期了。悟空这才反应过来，可是神奇的是，普通超级赛亚人形态的悟空依然成功攻击到了比鲁斯。悟空根本没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有所减弱，看来超级赛亚人之神的力量并没有随着时间到来而消失，悟空仅仅是皮肤到期了而已，力量却与身体发生融合，成为悟空身体的一部分。为了印证这一推测，悟空爆气与比鲁斯展开第5轮对决。两人4打1起，悟空的力量确实不比超红形态弱，招式频频击中比鲁斯。两人从外太空打回地球，从空中打进深海，爆发的巨大能量震碎了海底的岩石。悟空在海面上稳住身体，大吼一声暴气，发射出龟派气功。比鲁斯一掌将龟派气功击破，冲过去猛锤悟空。待悟空回过神来，四面八方都是比鲁斯，紫光旋球从四处袭来，躲无可躲。然而悟空正面挨了这么一击后，竟然毫发无损，冲破火焰，一拳头击中比鲁斯的手掌，像火箭一样将比鲁斯顶向外太空。这时悟空的力量已经完全耗尽，解除了超赛形态。比鲁斯对悟空的表现给予很高的评价，悟空深表遗憾，自己失败了。比鲁斯大概不会给自己机会了，他会动手摧毁地球吗？比鲁斯给了悟空一发脑瓜崩，高傲地俯视着向地球坠去的悟空。突然，悟空再次爆发，变身超赛，飞回到比鲁斯面前。比鲁斯很崩溃，刚刚的结局不是很完美吗？老老实实倒下就圆满了。悟空表示自己还没有使出全力，这一次真的是最后一次对决了。悟空爆发全部力量，释放出龟派气功。比鲁斯丢出紫光旋球与悟空对波，这一次的对波竟然诞生出了一个小型的太阳。这玩意儿虽然不大，但是看起来十分不妙。鬼知道它掉在地球上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比鲁斯轻轻一弹，小型太阳向地球掉落。悟空奋力阻拦，一拳头掏进能量球的内部，将其瓦解。悟空这次终于倒下了，坠下大气层，径直向地球落了下去。贝吉塔眼疾手快，在游轮上接住了悟空。就在两人含情脉脉地望向彼此的时候，比鲁斯也飞回到了游轮上。撒旦眼含热泪，他看了一眼身后的比迪利，勇敢地走上前来。地球战士们蓄势待发，准备与比鲁斯拼个你死我活。比鲁斯坚持要摧毁地球，悟空恳求比鲁斯手下留情。比鲁斯直接丢出一个紫色能量弹，众人紧闭双眼，等待末世降临。几秒钟，大家发现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睁开眼一看，比鲁斯竟然站着睡着了。维斯告诉大家，比鲁斯大人太累了，潜台词就是自己找个台阶下，地球就先不摧毁了。也许下次醒来的时候，他就把这件事给忘了。但是布丁的事，比鲁斯大人绝不会忘。老范下次先把布丁准备好。维斯向众人愉快的告别，敲了敲手杖，带着比鲁斯乘上彩虹桥离开了。你打算装睡到什么时候？鼻子还得吹泡泡，真不像您的风格。
比鲁斯惊醒过来，狡辩称自己真的睡着了，刚刚的事儿完全不记得。地球真是一个奇妙的星球，它似乎有着不可思议的力量，甚至改变了暴力的赛亚人。维斯看着比鲁斯，露出宠溺的笑容。地球也改变了比鲁斯大人呢。比鲁斯首次登场的战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。之后的剧情之中，破坏神比鲁斯还会与大家继续见面。本期内容就是这些，咱们下期见。